大家好，我是周帝。这次的影片是介绍中国近代货币史的起源。近代货币史的范围是从清朝政府开始发行自己的银元开始，也就是龙洋。到了民国政府，图案改为大家熟知的袁大头。在银元发行之前，我们的货币是长这个样子的铜钱，通称古代货币、古钱，还有这个样子的纸币。再来是这个样子的银块。为什么到了清朝货币开始改成这个样子的呢？这要从用钱习惯开始说起。秦朝开始，秦始皇统一了货币，使用了方孔钱。这种外形的钱竟然用了2000多年，受到各王朝的效仿。中间的方孔延续了贝币时期的穿绳系带的习惯，直到了现在的钥匙圈也改不掉。随着改朝换代，遇到了新朝的王莽，也想货币改革，旧钱换新钱。必须换，造型确实像钥匙，受到好评。不过需要用5000枚的旧钱换1枚新钱，还必须换，不换弄死你。最后民众穷的只剩下钱了。直到王莽被推翻，大家又恢复以前安平的日子。这时人们已经对手中的铜钱感到担忧。到了宋朝是贸易最盛的时期，大家开始富裕了，携带着大量的铜钱感到麻烦。于是民间自己发行了纸币使用，也是我国第一次发行纸币，就连政府都惊呆了。既然可以用纸当钱用，就连当时著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都惊呆了，立刻回国告诉国人这神秘东方人用纸当钱的故事，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着当时他在中国看到用纸当钱的景象。所有欧洲人也表示惊讶，这么低成本制钱，政府能不参与吗？于是就大量发行，反正不需要什么成本，缺钱用就发行就好啦。这样子就是钱了耶。最终政府发行的纸币还是宣告失败。为什么民间发行纸币没事，政府接手后就造成通膨？我看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理由欺骗自己人老百姓吧。这次又让大家对发行纸币感到失望，还有不信任。一直没有一种货币是让大家安定的。纸币也比较难保存，怕水怕火。铜钱纸币已经是大家不信任的货币了，或是跟政府换新钱时被政府弄了。铜钱本身的金属价值就不高，又很容易贬值。不过偷偷有存银子的人，命运就不一样了，不贬值外还不停涨价。人们开始学聪明了，只相信贵金属的实质价值，不再相信面值，开始了银锭和铜钱的并用，也就是花大钱用银，花小钱用铜。大家开始用银来储蓄，所以中国开始慢慢走向银本位，全世界的银都往中国流，家家户户开始把白银藏在自己家里面，或者是地窖。怎么看都是实实在在的银子才是投资之道，似乎银锭的流通看不出任何缺点。中国周代司马发明了计重单位，几斤几两钱分厘。西方国家则用公斤公克，所以在中国银锭上，重量及成色代表了它的价值，重量单位变成了货币单位。就像现在，老板100元，当时是老板这里有5两银，称一下吧。银锭有分大锭，50两面额，不是面额，它就是银50两没错。还有中锭、小锭、碎银。零钱嘛，就用铜钱。到了明朝末年，因为银锭计算价值的过程非常繁琐，除了量重量，还要计算成色，所以全国定出了标准换算成色的单位，称文银。就好像现在美国的钱叫美金，中国则是人民币，当时就是叫文银，成色约935.347。打比方，某银锭它的含银量成色比这个标准多的话，交易时就能得到一些补差价。因为常常一样重的元宝，但成色都不一样，所以人民需要在含银量上斤斤计较。就像我们买水果回去，发现里面烂了一颗，心里总归不舒服的，更何况是钱。当时还设立了公估局来鉴定银锭的机构，以防止私铸银锭加入大量的铅和锡来充当银。现代人的口袋一定都会有手机，而当时人们的口袋一定都会有钢剪跟秤子，用来称重后剪下多余的白银。大概的交易过程是这样的：假装要买一块肉，老板会叫你掏出银子，拿到秤子上称一称，钢剪剪下老板要的分量。那成色方面呢，老板就会把银块往墙角用力一丢，声音如果厚实，就是含银量高，这样交易才算告一段落。
如果是又扁又尖锐，那就是含银量低，听到厚实的声音就很开心。到了清朝康熙年间，发明了各种称重计算单位。这里太无聊了，请允许我用快转。库平是全国纳税的标准秤，官平是海关征收进口。就像我们出国要换外币使用，而当时却是在内地各地方白银的算法都不同，如何的用钱也少许不一样，像缴纳税金之类的。银锭用起来越来越麻烦，到底想要哪种货币呢？这么多种的算法，光是一堆的碎银，每一颗的成色都不一样，再换算价值可能会花费很多时间，所以中国人的数学就是好。虽然这样的交易方式学到了以前的经验，货币不再贬值，人人交易平等，但是过程太繁琐了，要算死人的节奏啊！总之，人们快被这些计算方式逼疯的时候，这时出现了一种货币，不需要称，不需要算，不需要扔，全中国统一使用，畅行无阻，那就是外国银元的出现。它是如何让大家接受的呢？我们下期跟大家揭晓。喜欢本频道的内容，敬请关注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